和你这个病秧子种地吗？你还跳河去救你这个陪嫁祸老婆？等他醒了，要是还不干活，就赶紧把他赶出家门。这是什么地方？你终于醒了。什么情况？我穿成了一个古代农家女，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被眼前这个病秧子老公舍身救了上来。醒了就赶紧给我起来干活，我们家可不养闲人。大嫂，我妻子刚刚落了水，身子弱，需要休息，我去跟你们干活啊。记忆中丈夫体弱多病，还敢下水救我，维护我。哟，就你这小身子板儿，能干啥呀？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要是再没吃的，你俩我一起赶出去。弟弟，你嫂子就那样，你别在意啊。哎，饿了吧？我去想办法给你弄点吃的啊。相公倒是个好人，可家里连吃的都没有，我怎么带着他活下去啊？什么情况？啊，这是哪儿？我手上的玉镯里竟然藏着一个仙境空间。哇！这里竟然有枪，太好了，那我就可以用来打猎了。能打到猎物，家里就不愁吃的了。哇，我的手上的伤口竟然好了，这水是灵泉，可以治伤。我相公伤病缠身，这灵泉水以后岂不是可以用来给他治病？回到现实。来，沈姑娘，现在家里那么难，如果实在没办法，你就出去吧，我会想办法给你筹一些银子的。相公，你放心，我既然嫁给了你，就不会走。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哦，好。啊。看什么看？一家穷鬼！这大嫂的儿子也这么讨厌，得赶快想办法赚钱，早点独立起来才行。相公，你去做什么？我去山上捡些柴火。山上有野味吗？野味儿有是有，不过不好抓，只有村里的猎户才抓得到一些。那我跟你一起去。哦，好，走吧。知行，我再往山里走走，一会儿回来找你。哦，不要往深处去，不安全。知道了。兔子，刚好煮了，给知行补补身体。太好了。这么肥的两个山鸡，我和知行肯定吃不完，正好拿去卖，一定能卖不少银钱。哎呀，今天先这样吧，太晚了，知行该担心了。又有东西送上门了。
赤灵芝可是好东西，这蛇胆也可以入药，都是好东西啊。是个顶级灵芝，只不过太小了，先放空间用灵泉养养。这行，你往大山里面走了？你瞧，我抓到好多东西呢。还遇见蛇了，有没有受伤？没关系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深山里有野兽，以后还是少去。哎，你知道烤兔怎么做吗？烤兔肉应该好吃。这行，我们快回家，我给你烤兔子吃。好。来，这行，你尝一下。这个怎么吃？来。啊。好香！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话，我天天给你做。哎呀，糟糕！哎呀，糟糕！我给你熬的汤药忘了。哎，你慢点。我就不信了，这灵泉水还治不好知行。来，这是你写的字啊？这是你写的字啊？这个是帮别人抄的书稿，我正准备去县城送呢。你要一起吗？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我去把打的东西带上。哎。我这里还有些银钱，你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先去交书稿，晚会儿我们还在这里见面。啊！老板，你们这儿收野鸡吗？收。一只野鸡多少钱呀？那我得先看一下。哦。20文一只。20文？这20文也太少了吧？你这野鸡死了好久了吧？肉质也不新鲜，20文一只啊，你也不亏。哟，我还第一次听说一只山鸡20文的。掌柜的，你可真会压价，你可别被他骗了。这只山鸡起码要30文。你是干什么的？你少管闲事啊！你是干什么的？你少管闲事啊！生意哪有你这么做的，奸商！再给你加5文，25文，可以吧？我不卖了。我看你还能卖给谁？多谢你的提醒。哎，姑娘，你的野鸡我买了，我看你的野鸡不错，什么价？卖给我吧。40文，你看怎么样？可以。那麻烦姑娘，你送去万福楼吧，报我刘贵的姓名，到那边直接找账房结账就行了。哎，我知道万福楼怎么走，我带你过去。我知道万福楼怎么走，我带你过去。谢谢啊。嗨，出门在外，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叫刘秀，水秀村的。我叫沈昭云，也是水秀村的。我的相公叫贺知行。你就是知行新娶的媳妇儿啊？你认识知行啊？知行这些年帮了我不少忙，我相公走得早，还有2个孩子要养。知行经常教俩娃识字。哎，知行是个好人，就是身体，哎，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我才没有被骗。哎，走。这就是万福楼了。谢谢嫂子。你先忙，我先回去了。行。哈哈，
鄙人万福楼掌柜，姑娘日后这种野味都给我吧，价格好说。你们的小鱼不要了吗？这太小了，什么也做不了。那你们这个能卖给我吗？这小鱼不仅能吃，还能卖呢。你要这个做什么？太小了，吃不了的。哎呀，谁说吃不了啊？我有吃的办法。好，那姑娘你就做做看，如果好吃了，日后我们这个小鱼全部免费送给你。行，那我就借用一下您的后厨，很快。但是您不能在这儿看。好，好。卢掌柜，你之前可答应过我的，你得作数啊。卢掌柜，我送你一道新菜谱，来换你的小鱼。可是你要答应我，在你的店里不能卖我的小鱼干。小二，拿纸笔来。在这个时代，这水煮肉片还是个新鲜菜品。你让厨师去试试吧。什么菜这么香啊？小二，给我们来一份尝尝。这是什么菜啊？这个呢，叫做水煮肉片，麻辣口的。姑娘贵姓啊？我叫沈朝云，水秀村的。我叫罗叔，是万福楼的掌柜。掌柜好。沈姑娘，你真的决定把那个配方免费的给我？我现在做不了这菜的生意，不如顺水推舟，赚一个人情。好，沈姑娘，你既然这么痛快，那我罗某就多谢了。你从此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那就多谢罗掌柜了。沈姑娘，这是5两银子，就作为答谢，收下吧。那我还有事，我就走了。哎，沈姑娘，这小油我都给你留着，随时来拿。行。得把灵芝拿出来，找个地方卖了。这灵芝被灵泉泡过，居然长到了这么大，这肯定能卖上好价钱。老板，你们这儿收灵芝吗？收啊。那你看看，这种多少钱呀？你让我看看啊。哎呀，你让我看看啊。哎呀，这是极品赤灵芝啊，这可是好东西啊！姑娘，我出20两，如何？好。哎，那我这儿还有个蛇胆，你看看，这个可以入药的。没想到姑娘还懂药材啊！这娘家邻居是个郎中，所以跟着学点皮毛。姑娘过谦了，你这蛇胆啊，处理的非常干净。这样，蛇胆我出3两，一并收了。你看，先生大说无妨。姑娘，这年头找到好药材也不容易。你看下回能否碰到好药材，先考虑我们摆药房。绝对不让姑娘您吃亏。行，没问题。好。姑娘您看看。好嘞，行，那我下次有好东西就直接来找你了。好嘞，姑娘，先走了啊。招远，知行，你等很久了吧？没有，也是刚到。东西都买完了。你看我买了好多呢。
啊，买这么多，那钱够吗？我赚了好多钱呢，回家跟你讲。走。啊。这个是我昨天抄书赚的200文。你这是？以后家里的钱都交给你来保管。你就不怕我拿着钱跑了？没多少钱，不值当的。那倒也是。哎，这都是我今天赚到的，我还找到了一个生意做。这么多？哦，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吧。你不怕我把银子都赔了？我怕什么？本来就是你赚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哦，对了，我看你纸墨快用完了，就给你买了些。那，哈鸟，我今天看见那冰洋子买了好多好吃的，有些我都还没吃过。真的？哼，我说呢，平常老三卖完书稿回来都是直接交钱的，今天这么反常，原来都是被那个小贱人拿去乱花了。哼！一个小贱人也赔这些好东西。你上知青那屋干什么去了？哼，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哼，你那弟弟如今长本事了呀，这么多好东西，愣是藏着一点面都没露。这少说也得几百文，知青哪来那么多钱？哼，都是被那小贱人撺掇的，看着咱们一家挨饿，他们倒吃起独食了。不好！哼，我娘说了，这么好的东西就应该给我吃，你们不配！你别冲动。贺礼是这么欺负我们，你还打算继续纵容他？大嫂向来胡搅蛮缠，我担心你。贺之行，如果我要离开贺家，你会跟我走吗？我听你的。行，那我现在要去给贺礼师一个教训，你先别出去。来人啊！我的东西都被偷了，我家里出贼了呀！我的银子和吃食都被偷了，足足300万，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是我丈夫的救命钱啊，怎么办啊？哟，这是怎么了？这么大阵仗？大嫂，我们东西都被偷了，你一直在家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呀？哎，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东西丢了，赖到我头上了？我不是说跟大嫂有关系，只是我捡到小偷落下的一样东西，我这就去找村长报官。哎，老三媳妇儿，你等一下。老三媳妇儿，兴许是你放在哪儿忘了，咱们回家再好好找找。对，大哥说的对，不如请村里人跟我一起，把家里的屋子都找找。哦，对了，这大哥大嫂的房间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大家都清白。老三媳妇儿，今天这事就算了吧，你丢了什么东西，大哥给你补上。当着村里那面搜家传出去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啊，身正不怕影子斜。知行，村长说的是，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既然如此，那就搜吧。搜！哎，不能搜啊，当家的，你说句话呀！闭嘴！哼！哎呦，就是这个！没想到啊，我们水秀村出了家贼。郝老大，你还有什么说的？
村长，这事我真是不知道。就是他一时糊涂，都是一家人，既然东西找到了，要不就算了。这得看知行和他媳妇儿愿不愿意。分家吧。事已至此，既然你们想分，那就分了吧。麻烦村长给我们做个见证。你们想怎么分？我就2个条件：第一，把拿我们的300文还给我；第二，我相公的5亩地也要还回来。我又没有拿你的钱，我凭什么还给你？弟妹说的这2个条件都可以，只是这地我们刚种上的，没法给你们了，只能给你们剩下的3亩次等田。包老大，这次等田什么都种不出来，不合适吧？我答应，不过他得给我立个字据，还有地契都得给我。地少就少吧，知行的身体干不了什么重活，而且我有灵泉水，可以把那3亩农田变成良田。知行，你们可想好了？我听朝云的。行，那就立字据吧。村南那儿有一间屋子荒废很久了，你们搬那里去。谢谢村长。知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这以后啊，就是我们的家。那我先去挑水，然后收拾家里。行，那我去做饭。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好。家里没有调料，空间里也没有，看来得去刘嫂子家借点儿。调料有了，还借到了鸡蛋、蘑菇，再加上几滴灵泉水，今天晚上就能好好吃一顿了。这个时辰，村里很少有人会出门，实在不行，只能躲进空间了。这么晚你去哪儿了？有没有什么事啊？吓我一跳，去刘嫂那边了。我回去找遍了周围，也没找到你。我以为你走了。你担心我啊？你是我娘子，我当然担心你了。对了，那我昨天分家的事儿，你怨我吗？大哥伪善，大嫂善妒，我都知道。我不想你受委屈，我支持你分家的。行，那咱们就回家，以后过自己的日子。我准备明天就把生意做起来。好，走，我们回家。走。准备开业。可能是因为这小鱼大家没吃过，不敢轻易尝试。我们再等等。哎，有了！大家瞧一瞧，看一看，新鲜出炉的小鱼干，先尝后买，童叟无欺。这吃食看着倒是新鲜，真的免费尝吗？当然可以，先尝后买。来，不好吃不要钱，来都尝一下。哇，这小鱼干真好吃，给我来1大份。没问题，来。哎，长官，给我来1大份。好嘞，我也要1份。来，我也要1份。我也要，还有我的，来一小份。拿着。哎，别着急，别着急。我也要1份。这样下去，暴富指日可待。明天多炸点小鱼干。收摊，我们去万福楼拿小鱼。走。来，我来。多谢罗掌柜给我们那些小鱼。沈姑娘，这位是？这是我相公贺知行。多亏了沈姑娘的菜方子，才让我的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这是20两，虽然不多，但是罗某的一片心意，请沈姑娘务必收下。谢谢罗掌柜，钱我可以收下，不过酒楼生意好，还是罗掌柜经营有方。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沈姑娘，以你的见识，你就愿意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小村庄吗？罗某有个提议，不如沈姑娘到我万福楼来做一个副管事，到时候我调回京城，届时沈姑娘便会直接升为管事，比你现在的小鱼干生意赚得多。罗某有个提议，不如沈姑娘到我万福楼来做一个副管事，到时候我调回京城，届时沈姑娘便会直接升为管事，比你现在的小鱼干生意赚得多。
任福楼的管事听起来确实不错，但实际上还是给别人打工。我还是更愿意自己当个小掌柜。罗掌柜，您太高看我了，我摆个小摊子还行，这么大的酒楼，我可管理不来。而且，要不要离开小山村，我也要同我夫君商量。但还是要多谢罗掌柜赏识了。既然沈姑娘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强求。日后若是有用得着罗某的地方，尽管开口。行，您这句话我记住了，那就多谢罗掌柜了。啊，那个沈姑娘，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菜坊子？沈姑娘，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菜坊子？我花钱买，多少钱都行。相公。哦。沈姑娘敞亮，不知道这道菜可有名字？哦，水煮鱼。我看店里呀，鱼产偏多，但是菜品比较单一。你们啊，可以试试这个做法。但是这个菜方子，确实是要收费了。好，那我就给出20两。沈姑娘觉得如何？10两就够了。好，若是沈姑娘日后还有其他新的菜谱，都可以卖给我，我万福楼全收。我万福楼全收。没问题。贺兄，你有这样的媳妇儿，可真是好福气啊！啊！相公，近日来，我觉得身体好多了。明天一早，我起来炸小鱼干，你多睡会儿。哦，早点去休息吧。你也早点休息。赵云，谢谢你。赵云，谢谢你，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没想到今天比昨天收单还早，你回去多休息，放我来做。炸小鱼做法比较简单，估计也做不了太久的。我打算重新找个生意干。知行，之前你大嫂告诉我还不信，没想到你还真是忘恩负义，藏着这么好的赚钱法子。大哥以前白养你了，你今天就把这营生的法子告诉我，我还勉强认你是个弟弟。我自问没有白吃白喝家里一口饭，这赚钱的法子是朝云想的，我们不可能给你，我们不可能给你。我们已经分家了，大家各过各的，都相安无事。如果你继续胡搅蛮缠，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我好歹是你们的长辈，你再敢这么放肆，我早晚把你从贺家的族谱中踢出去。哟，何老大，你本事不小啊！你们贺家的族谱啥时候你说了算了？村长，误会，我一时生气啊，冲昏了头脑，是我先考虑了。我想起来家里还有事儿，就先回去了。哼，村长，今天多谢你啊。这没什么，这何老大越来越离谱了。既然你们已经分家了，以后啊还要多加小心。村长说的是。好，走吧。来啦！哟，这不是贺老大吗？说吧，这次又要教训谁？这样。放心，这事儿绝对给你办好。沈昭云想自己发财，做梦！今天大家都去赶集了，
看来要摆摊到很晚了。来，喝点水。哦，客官要点什么？你们这儿可以尝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噗，什么玩意儿，这么难吃？就这，你们还敢出来摆摊子卖钱，把摊子给我砸了！把摊子给我砸了！你们干什么？不好吃你可以不买，砸了我们的摊子，就不怕我们报官吗？报官？老子把你的腿打折，看你还怎么去报官！你放开！你要干什么？哟，小美人儿，别着急，等我收拾完这病秧子，再好好陪你玩儿。说，是谁指使你来找我们麻烦的？找你麻烦，还有人指使，老子愿意。别乱动，这刀可不长眼。这刀可不长眼。我说，是贺老大，是贺老大让我们来的，好汉饶命啊！光天化日寻衅滋事，是我们永安县律法何在？段县令，你不是在京城吗？怎么会在这儿？对我的行程，你倒了解得清楚。段大人，那就是贺正平，贺老大，就是他指使我们来把这摊子给砸了，还让我们救下这两人。我们只是拿钱办事，他才是幕后主谋啊！求段大人饶命啊！段大人，还请您为民女做主啊！你们既是永安县本分百姓，本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贺正平，你挑唆买凶闹事，你可知罪？大人明鉴，草民是被冤枉的，这是我弟弟弟妹，我怎么会害他们呢？是李三冤枉我的。你如何知道他叫李三儿？你若从实招来，或可减轻罪责；若要定无罪，就跟他们一起随我到衙门里好好审一审。大人，我错了，别带我去县衙。我还有家，有儿子要养，我也是一时糊涂啊！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将贺正平带回县衙，按照律法立即关押。是。是。这贺正平已经得到了惩治，沈姑娘还有什么冤情啊？多谢段大人为民女做主。志行，大哥不能坐牢呀！你给大哥求情，救救大哥！你既然做得出，就要承担代价。段大人秉公办案，律法之下，执行不能求情。带走。罗老板，谢谢你啊。多谢罗掌柜，要不是您去通知段大人，我和知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是啊，姑娘言重了，举手之劳而已啊。相公，那这3道菜谱就当是我的谢礼了，给。这太贵重了，罗某不能收。其实我也有私心，我现在不打算摆摊子了，我想开家小店，想麻烦罗掌柜帮我找一个合适的铺子，日后也需要多多照付。二位想在永安县开店，可想好做什么生意了？想好了。那这样，这3张菜单子我算你200两。之前我们店里的收益我还没给你算，你也没跟我计较，所以这200两你就不要计较了，否则便是不认罗某这个朋友了。行，那就多谢罗掌柜了。罗掌柜，
你日后如果想要更新菜谱，尽管说。好，那我就等二位的好消息了。走吧。好。我听说今天的事了，你们没事吧？刘嫂子，我们没事儿。唉，这贺老大心肠也太坏了。你们人没事就好。对了，你要的鸭蛋太多了，我正在村子里收，晚上就给你送过来。这是一些蘑菇和一些青杏，我从后山摘的，你们尝尝。谢谢嫂子。知道你们没事就行，我先回去了。我们回去吧。这青杏极其酸涩，确定要吗？要啊，当然要了。这就是我们小店的第一个产品了。哦，累了吧？来，喝点水。这水还有些甘甜。可能是你太渴了吧？这可是灵泉水，当然甘甜了。怎么了？别动！我看看，水，这边有。快拿水！郑云，你没事吧？应该没事，用了灵泉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没事就好。大夫，怎么样？你家娘子脉象有些奇怪啊。大夫，怎么样？你家娘子脉象有些奇怪啊。王大夫，赵云的，按理来讲被毒蛇咬了，脉象应该十分凶险才对。但是你家娘子她脉象平稳，或许是体质比较特殊吧，并无大碍。那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先去打盆凉水，用毛巾给她降降温，我再给你开几副药，稍作休息便会恢复了。谢谢大夫。连大哥大嫂都觉得我是个拖累，赵云却对我这么好，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水，我要水。赵云，你醒了，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我想喝水。水？哦，对，喝水。来，水来了，慢慢喝。没想到这蛇毒这么霸道，还好我当时带了灵泉水。都怪我。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哦，先把药喝了。来，好苦啊！良药苦口啊，把药喝完之后，身体才能好起来。啊！怎么还有啊？来，张嘴。甜。赵云，以后不能这样干了。你害怕了？以后这种事啊，我自己去上山，你就安心在家等着。这怎么能怪你呢？下次在山里再遇到蛇的时候，我就再扎得准一点嘛，不会再有事情的。你还想有下次？哎呀，我饿了。好，我去做饭，你先歇会儿。哎，对了，那咱们的青杏呢？拿回来了吗？哦，刘嫂子来看你的时候，已经帮咱们拿回来了。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哎呀，过两日你就知道了。等会儿把这些拿出去晒一个时辰。我们先处理鸭蛋吧，能不能发家致富就靠你了。哦。哎呀，过个几日我们就能吃上咸鸭蛋了。咸鸭蛋？哦，对了，相公，尝尝这个，之前我晒过的，
尝尝好不好吃？酸酸甜甜的，这个是青杏。对，这个是杏干。等咱们小店开业了，我就卖这杏干，你说行吗？我觉得可以啊，这杏干很好吃，肯定比小鱼干还好卖。主要这个后山上的青杏也很多，这样我们就能节省很多成本，还能做很多吃食。就是不知道罗掌柜的铺子找得怎么样了。哎，正好明天要去县城送书稿，我们一起去问问。贺兄弟在家吗？贺兄弟在家吗？哈哈，罗掌柜，你怎么来了？哎，没有打扰到你们吧？您说笑了。快请进吧。快请进吧。好，罗掌柜，坐。对了，铺子已经找到了，地方不错，虽然有点小，但是位置很好，关键是离我们万福楼很近，我们也可以相互照应。你们明天先去看看，如果觉得不错，就盘下来。太好了，罗掌柜办事效率就是高。要是靠我们，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们虽然不是患难之交，但既然是朋友，喊罗掌柜就太轻来了。以后就叫我罗大哥吧。那就多谢罗大哥了。哎，对了，罗大哥，您尝尝这个。这是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倒是很爽口。这个呀，就是我准备开铺子卖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好吃。弟妹啊，在吃食这方面的确有天然的优势啊。你们这房子看起来确实有点破旧了。这样，我在县城有个闲置的小院子，住你们2个人绰绰有余。不如你们搬过去，以后我找你们也方便些。多谢罗大哥的好意了。那个县城房子太贵了，我们真的不能收。而且我们这儿虽然破了点但还能住。这是你们应得的。靠着你那几个菜谱让万福楼的生意一日比一日好。对了，我这次来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你们也知道，我只是万福楼的一个掌柜，真正的主子在京城，他想见见你们。见我们？你们要是能得到我们主子的赏识这辈子那个荣华富贵可就享之不尽了。这难得的机会，你们可要抓好。好，明白了，谢谢罗大哥。你这个还有多少？我拿回去给我主子尝尝。其实不用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我穿便宜的就行。不好看吗？好看，很衬你。对了，店铺的事我已经让03打听好了，就是隔壁是之前那家典当铺。行，那咱们去看看。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回去吧。我们是来看铺子的，你们掌柜的呢？几位盘铺子要做什么生意？还缺不缺伙计了？去把你家掌柜叫出来。哎，这铺子位置好，里面也合适，不知道咱们的钱够不够啊？别担心，等掌柜来了，我们好好跟他商量下。主家那边出点事儿，我是李掌柜，让2位久等了。无妨。你先缓会儿吧。多谢。既然是罗掌柜介绍的，我就不绕弯子了。主家出了事儿，着急卖铺子，2位看我这铺子怎么样？这铺子不错，大小也合适。不过夫君，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好就好，都听你的。不知道李掌柜，你打算卖多少钱？价钱好说，至少500两。价钱好说，至少500两。李掌柜，这铺子位置虽然好，但也不在什么县城中心，这500两也太多了吧？是啊，李掌柜，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看铺子的，不知这500两的价格是您主家出的，还是李掌柜自己出的价格？价格好商量，要不然你给开个价。这铺子最多也超不过300两，但我和知行手里没那么多钱，得再往下压一压才行。200两。夫人，您是在说笑吗？这铺子虽然不值500两，但200两也太少了。200两已经够多了。如果李掌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再看看其他别的。走吧。夫人等等。李掌柜，
你还有什么事？200两就200两，但是今天这个钱必须现钱。房契我都带来了。没问题。终于有属于自己的铺子了。沈掌柜，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贺掌柜呢？罗掌柜，你这是笑话我呢？知行啊，去忙铺子的事儿了。哦，沈掌柜，你这是又研究出什么好东西了？这个呀，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不是给万福楼准备的，是给嫂子准备的。我铺子的目标人群是有钱的贵妇，可他们不会轻易选择一个新的铺子，就需要罗大哥牵线搭桥了。这是给你嫂子准备的？这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精美的糕点呢。这是我自己胡乱研究的，我想给嫂子尝尝。哎，大哥，您帮我试试看，合不合嫂子的口味？啊，那我尝尝啊。这个味道比永安县最火的那个刘氏糕点铺还要好吃啊！这要是用来开店铺，生意绝对差不了啊！沈妹子，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要带给我呀？哎呀，罗掌柜，那就借你吉言了。不过我确实想请嫂子帮一件事儿。你只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我想请罗嫂子帮我宣传一下店铺。这个买糕点的人啊，都是女贵人，这嫂子啊认识的人也多，所以我只能来找罗大哥帮忙了。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这样，明天呢，我就让你嫂子带一些人去找你，去尝尝这糕点。就这糕点的模样还有味道啊，根本就不用宣传，绝对好。行，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新店开业，有各种糕点，活动很多，欢迎大家来品尝啊！走，进去看看，这个点心真精致，好香啊！这不是以前卖的炸小鱼吗？好久没吃上了。掌柜的，给我称点儿。哎，稍等。这些点心真不错，所有的都给我包几块。祝贺掌柜的开业大吉，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开业礼。罗老板，这太贵重了，你们帮助我已经很多了，这个我真的不能收。沈掌柜，你何必这么客气呢？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忘了介绍，这位是我夫人罗云氏，她前几日吃了你的糕点，天天盼着你开业，这不今天特地跟着来了。我那些姐妹啊，吃了你做的糕点都赞不绝口啊，就等着你开业呢。多谢罗夫人，以后我们店里的点心啊，你随便吃。我看你这铺子啊，迟早要做到永安县第一，到时候啊，可是要给我开个小门才行啊。没问题，罗夫人，等我们店里出了新品，我第一个给您送过去。好，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哎，沈朝云开业大吉。以后坐马车去县城，咱们能节省不少时间呢。这还是多亏了罗大哥帮忙，我们店的生意才能这么的好。哎，知行，我打算每个月研究2种新的糕点，这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以后铺子啊，就麻烦你照看了。哦，我就在店铺算算账，不累。倒是你，糕点虽然是限量的，但只有你一个人做呀，还是太辛苦了。要不要考虑找2个帮手？我确实有点忙不开，但是涉及到糕点的做法，我想找点信任的人，这个让我再想想。赵云妹子，哎，刘嫂子，我正想去找你们呢。这是村长夫人赵嫂子，刚刚看到知行赶着马车回来，顺便过来想问问你最近生意咋样了。那嫂子，你们先聊着，我先回屋抄书了。去吧。一直听说知行媳妇儿厉害，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哎呀，赵嫂子，您过奖了，我就是喜欢瞎胡折腾而已。朝云啊，你也算熬出头了，往后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哎，对了，今天赵嫂子也在，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儿。是遇到啥难事了？你说，嫂子能帮的，肯定帮你。没有，就是铺子那边杏干卖的比较好，可是等杏子快落果的时候，我和知行在铺子里面抽不开身，就寻思着想找些人去后山摘果子。嗨，
我寻思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摘杏吗？正好最近地里没活，明天就能去。我和你刘嫂子呀，这几天天天上山摘蘑菇，你这摘杏子呀，就是顺手的事儿。哎，这可不能让你们白干啊！这一筐就按50文钱，你们觉得怎么样？50文可是都能买不少肉了。是啊，再说我们是自愿帮你的，不收你钱的。是啊，再说我们是自愿帮你的，不收你钱的。哎呀，我本来就是要雇人去干的嘛，这个钱让你们赚了，总比给别人强吧？哎呀，你们别觉得少就行。那个杏子呢，我一天至少需要4筐。可是，哎呀，就这么决定了。这个摘杏子的活啊，以后就交给2位嫂子了。朝云，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们，谢谢你了。哎呀，是你们帮我们才对。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专门去研究糕点了。你放心，这后山的杏子落果前一定给你摘够。行了，这天也不早了，你明儿还得忙铺子里的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啊。行，得让罗嫂子尝尝我这绿豆糕味道怎么样。谢谢啊。不好意思，弄脏了您的衣服。没事儿，要不是你扶我，我摔得更惨了。姐姐，对了，谢谢你们，这是我新做的绿豆糕，你们尝尝。谢谢姐姐，走吧。他俩呀，刚死了爹娘，就被大伯娘给赶出来了，每天呀只能在街上捡东西吃，晚上就睡在那破庙里。哎呀，这俩小丫头片子，这不是逼他们死吗？哎，品行倒是很好，可以让他们帮我做糕点，先把绿豆糕送过去，再回来问他们愿不愿意。县城就这么一个破庙，他们能去哪儿了？哎，算了，明天再来看看吧。姑娘，你是来找那2个女娃子的吗？婶子，你知道他们2个在哪儿吗？唉，被人牙子拖走了。你知道人牙子在哪儿吗？是何家村的何大伟。何大伟是出了名的人牙子，他抓了好些女娃子卖到花楼，奈何他亲戚在京城做官，没人敢惹。多谢婶子。何大伟，出来！他妈谁在这嚷嚷？不要命了吗？你就是何大伟？我是何大伟。小娘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把你的脏手拿开！小娘子，不要这么凶嘛！你都上门来找我了。2个女孩子在哪？什么女孩？我不知道。你快放开我！我看你这胳膊也没什么用，倒不如直接废了吧。别！我告诉你，你快放开我！说，你是什么人？平白无故来我这里撒野？今天你在破庙里带走了2个女孩子，把她们交出来。你是来买人的呀？早说嘛！疼死我了！说要多少钱？2个人，1个人20两，一共40两。把钱交给我，把人带走。先带我见人，见到人我就给你钱。不行，必须先给我银子。你力气那么大，万一见到人直接把人带走了，我找谁要银子去？先给你10两，剩下的见到人再说。人在里面呢，你进去就能看到人了。别怕，我来救你们。走。你是今天的那个姐姐？走，我带你们出去。小娘子们，进到这里就别想着出去了，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烂透了！吃现在，快走！姐姐，快走！你敢踹我，小，我弄死你！那是个什么暗器？钱我已经给你了，咱们算两清。下次再来找我麻烦，就不是单单受伤那么简单了。没事吧？
好了，你们现在安全了。姐姐，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走，我带你们回家。谢谢姐姐救命之恩。没事，快走快走。云露、云霞，我开了一家糕点铺子，你们要不要来我的铺子里面做事啊？谢谢朝云姐姐救命之恩，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主子，我跟妹妹愿意一辈子都跟着你，我们什么都能做。你们帮我做事，我给你们开工钱，你们以后就住在我家里，我教你们做糕点技术。姐姐，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捡东西吃了？今天太晚了，你们就先喝点粥垫吧垫吧，明天我带你们去铺子里。来，这是你们第一次做出来的糕点，尝尝。云霞，你怎么了？姐姐，你就这么把做糕点的方法告诉我们，不怕我们偷走吗？没事儿，我放心你们。如果你们以后有能力呀，开自己的铺子，那也是好事啊。姐姐，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儿。我们先去把衣服给洗了。好，去吧。娘子，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是啊，糕点早上就卖完了，好多没买到的老顾客都说让咱们多做一点。也是，这以后有云霞云露的帮忙，是该多做点了。那我也有时间研究新的糕点了。哦，对了，那这个月的收入500两，这么多，这一个月就把铺子的钱还有车马的钱全部赚回来了。那我得好好研究下一个糕点该做什么。哦，对了，一会儿我得回铺子一趟，你订的柜子有点问题，咱又着急用，如果太晚的话，我就在铺子里对付一下。那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你也是。是知行吗？怎么还敲门啊？是我们姐姐。哦，快进来，快进来。怎么了？姐姐，我们害怕。那行，那你们今天就睡在这儿吧。嘘，有人，你们先进去躲起来。我在叫你们可以出来之前，你们一定不要出来，知道吗？去吧。这院子这么破，不可能是劫财，难道是有人要我的命？不管是劫财还是劫色，会回他去。你们是什么人？大哥，你没事吧？你给我杀了这个！你敢伤我大哥，简直就是找死！住手，不然我就杀了他！你别乱来，你们不就是要钱吗？要多少我给你。钱？哼，听说你们最近靠糕点可挣了不少钱，把方子给我交出来！你不是水秀村的人，说是谁派你来的？废什么话？你要方子还是要他的命？姐姐，你不要管我，不要把方子给坏人。谁让你多嘴了？给我把嘴闭上！我可以给你，但是方子还有钱都在内室里，我得过去取。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你要是敢不回来，我就把这个丫头片子宰了！行行行，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你要是敢不回来，我就把这个丫头片子宰了！行行行，你别冲动，别冲动啊！你没事吧？没事。说，谁派你来的？我说，你瞎饶命！是刘氏糕点。自从你们祥云斋开业以来，刘氏的生意一落千丈，于是就找到了我们哥仨，说只要我完成这单，就给我们一人100两。还有别的吗？还让我们灭口，其他就真没了。你们约定什么时候拿钱？3天以后，在县城的赌坊里碰头。树大招风，在找到更大的靠山之前，还是交给段县令处理吧。喝水。弟妹，你没事吧？啊，我听知行说了那山贼的事了。没事儿，这事儿段大人已经查清楚了，不用担心了。哎呀，都怪我疏忽呀！
我本以为这永安县大大小小我都打过招呼了，没想到那刘氏糕点，他竟然以为自己能够只手遮天。哎呀，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太可恶了。这件事儿就过去了，以后我们还是本本分分做自己的生意吧。哎，对了，罗大哥，这次我叫你来呢，是有个惊喜给你。哦，什么惊喜啊？那，这个给你。这不就是鸭蛋吗？罗大哥，你先尝尝。这不就是鸭蛋吗？罗大哥，你先尝尝。这鸭蛋好吃啊！对，蛋黄又沙又流油，咬一口喷香无比。这真的是鸭蛋吗？好吃。罗大哥，你觉得这个惊喜你满意吗？这简直是太惊喜了！哎，弟妹，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啊？把鸭蛋做成这种味道，这要是放到我们万福楼去卖，对，肯定供不应求啊！罗大哥，这个鸭蛋本来就是跟你们万福楼准备的。此话当真？当然当真了，你不是说明日万福楼主子就要回来了吗？这个呢，就当做是我和知行给你们的薄礼，还请贵人不嫌弃才好。好，这你放心，你给我的菜谱啊，我都抄了给主子了，他看了之后非常满意，所以才给他见你们嘛。还是谢谢罗大哥帮我们张罗。哎，对了，弟妹，这咸鸭蛋真挺不错的，能不能给我多拿一些，带回去给我夫人也尝尝？我给你们准备了。知行，你按照图纸去铁匠铺打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这是锅吗？这锅怎么这么奇怪？哎呀，这个可是让我们发家致富的东西，你赶快去，趁着天黑之前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对了，你记得多做2个。行，我这就去。我可太想吃这一口火锅了，到时候开个火锅店，肯定比糕点赚得多。下来吧，兰溪。我们走。莫兰溪，我这次可是过来做生意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惹祸。知道了，哥，你真啰嗦。听说万福楼里最近多了不少好吃的，我一定要好好尝尝。你就知道吃，你说说你啊，一个女孩子家天天穿着男装算怎么回事啊？嘿嘿，这样出去玩方便。唉啊，万福楼掌柜罗叔给主子、小主子请安。起来吧。啊，罗掌柜，你们万福楼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快拿出来给本公子尝尝。小主子慢点。明日一早便带我去见见沈姑娘和贺公子吧。是。来，这是我做的炸糖糕，你们尝尝。朝云姐姐，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朝云姐姐好厉害，做什么都好吃。好吃就多吃点，以后我教你们技术，你们自己可以开铺子了。哎，罗大哥，你来了啊！弟妹，贵人来了。你就是沈昭云啊？是我。万福楼的好吃的菜都是你想出来的，那个好吃的糕点店铺子也是你开的，你还打倒了3个山贼。兰溪，不得无礼。在下穆文君，久仰沈姑娘大名，之前听罗掌柜说了很多沈姑娘的事，今天也总算见到沈姑娘一面了。穆公子谬赞了，你们2个去泡壶好茶过来。好，来，穆公子。赵元，我回来了。抱歉各位，店里有些事，耽搁了。坐。这位是？这位是罗大哥主家穆文君，穆公子。穆公子，这位是我相公。这位公子跟我京城的一位故人长得很像，不知这位公子如何称呼？穆公子。
在下贺之行。糕点来了。啊，这是我研究的一些新吃食，你们几位尝尝。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倒是新奇。唉，沈姑娘的手艺真不错。这叫炸糖糕，你们喜欢就好。这次来是想跟你们二位交个朋友，你们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我和我家相公就是做些小生意，安生度日就好。既然穆公子愿意与我们交朋友，那便是我们的荣幸。只是穆公子今日前来，不单纯只是为了交朋友吧？哦，沈姑娘有何见解？我这有个生意，不知道穆公子愿不愿意合作？沈姑娘想怎么合作？咸鸭蛋的腌制方法，1000两。沈姑娘，这1000两可太少了。既然沈姑娘这么大度，那我就占下这便宜，买下这个方子。这咸鸭蛋的生意啊，就算作是我和穆公子合作的诚意。沈姑娘还有别的合作？穆小姐和穆公子如果肯赏光的话，今日就留在这用个饭吧。我准备了一些新鲜玩意儿，两位尝尝。这合作呢，也和这吃食有关。又是什么新鲜东西？好吃的？哼，那就麻烦二位了。行，那你们几位在这稍坐一下，我去准备一下。好，好，我也去帮你。来，来喽！这是什么？这要怎么吃啊？火锅，仅仅是一个行云斋，就已经引起很多人嫉妒和眼红了。如果再开一个火锅店，怕是会引起更多人的不满。如果和穆文君合作，不仅能有靠山，更能把火锅店开到京城去。这个锅底呢，是我自己炒制的，像这样把自己喜欢吃的菜这样涮进去，然后等它煮熟后蘸上蘸料就可以吃了。哎，你们都来试试。哇，好香，闻起来就好好吃。我在京城这么多年，自问吃过不少美食，还是第一次吃这火锅。沈姑娘，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看来穆公子对我这火锅还算满意呀。当然，这火锅的吃法很新鲜。不知沈姑娘说的合作是这火锅？没错，我想开家火锅店，不知道穆公子愿不愿意合作？怎么个合作法？以穆公子的名义开店，你出钱，我出配方，营收我们对半分。沈姑娘果然是个奇人，这吃法很新鲜，就连这合作方式也很新鲜。行，没问题，我相信这火锅一定能火遍整个京城。相公，果茶。哦，好。这个果茶呢是我自己做的，我们今天就以茶代酒，祝我们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哇，朝云姐姐，这个好好喝。这个呢是我用雪梨自己熬制的，可以润喉养肺。哥哥，过几天我可不可以不跟你一起回京城了？我想和朝云姐姐一起住。胡闹！穆公子，你不是刚到永安县吗？这么着急回去啊？不再多待一段时日吗？我父亲过生辰，这也快中秋了，我得带着兰溪先回幕府。这火锅店的事就交给罗叔，一切的意见都以沈姑娘为重。现在这生意也谈成了，这以后京城还有很多事要忙。多谢主子信任，我必将尽全力协助沈姑娘。兰溪啊，那在你走之前，姐姐给你做一个月饼吃，好不好？是一种糕点，样子像月亮一样圆，寓意着团团圆圆。谢谢朝云姐姐。吃吧。来，来，这是这2个月的全部账本，咱们能有现在的生活，多亏了你。知行，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咱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就这样保持下去就很好。
都听你的。哎，对了，咱们这房子住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有点旧，我想在咱家旁边盖个新的房子，这样的话，我们做糕点的灶台也能大点，你觉得呢？这样也好，不过用地的事得问一下赵村长。那明天你去县城，我去找村长。行。来，赵云喝茶。谢谢村长。村长，我家现在添了点人，有点住不开了。这灶房做糕点有点不太够用，我跟志行商量了一下，想盖一个大点的房子。咱们村里4周的空地，你看可以用吗？哎呀，盖房子呀，弟，那边啊都是些空地，你们看着随便盖吧啊！谢谢啊。可是这盖房子需要人手，你们这有合适的人推荐吗？对呀，盖房子我们家老大在行啊。刀儿，哎，我们家房子就是他盖的，你想好怎么盖，到时候让他找人给你帮忙，你们俩呀只管住新房就行了。立德，到时候你多上点心。放心吧，娘。那就多谢赵大哥了。沈夫人大气，不仅自己赚钱，还让我们大家伙都有钱赚，一天都给50万呢。这样的活计可不好找啊，大家伙都要好好干啊！好嘞！哎呀，这个天气太热了，我给大家呢熬了点绿豆水喝，大家喝完再干。好嘞，弟妹。哎，弟妹，卢大哥，你怎么来了？是火锅店出什么问题了吗？哎呀，不是，主子来信说想邀请你和志行到京城一趟。那穆公子信里有具体说什么事儿吗？信上说这火锅店随时都可以开业，只不过这火锅店里的东西啊太过于新奇了，整个京城懂的人几乎就没有，所以说想邀请你们二人啊到京城教授一下，确保开业之后万无一失啊。是我们考虑不周了。那这样，等我和知行忙完，我们俩就动身去京城。哎，好，那我就回去给我主家回信了啊。好。哎，好，那我就回去给我主家回信了啊。好。哎呀，弟妹，你们这是在盖房子呢？是，我们现在的房子啊不太够住了。我不是给你们现成的小院吗？怎么不住，反而盖起房子了？这大热天的，劳心费力。哎呀，卢大哥，你给的房子啊，我准备开家女子工房，到时候招些贫困女子，教一些一技之长。知行呢，可以教他们读书，我可以教他们做糕点，陈夫人也可以教他们做一些织锦，这样他们能有一技之长，以后他们的生计也不是大问题了。我是越来越佩服你这个媳妇儿，有想法有主意，还会做生意啊！这现在还愿意帮助老百姓，这简直就是积德行善啊！卢大哥，你不会介意吧？我介意什么？院子都给你们了，你们来做主，做什么呀？我都不管了啊！我去给我主子回信了啊！你们忙。卢大哥慢走。朝云姐姐，我好想你。你是想我，还是想我做的好吃的呀？都想。兰溪，怎么还是这么没有规矩？都别这么拘谨。信上说，沈姑娘又研制出了新的汤底和小食。汤底我多加了一种番茄口味，正是番茄生长的季节，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小食是冰粉，我已经吩咐下人放在厨房里了。公子，冰粉来了。兰溪啊，快尝尝。好冰凉的口感，刚刚还很热，现在完全不热了。确实冰爽利口。这吃完火锅再配上这冰粉，简直是绝配啊！哎呀，这还多亏了罗大哥提醒。天气太热，火锅固然好吃，可是多少会有点影响食欲。但是搭配上冰粉呢，可以解决好多问题。朝云姐姐，我还想吃。好。来，让我们先恭喜一下沈掌柜与贺掌柜。这半年来，光永安县和京城的铺子就已经赚了2万两。这还是多亏了穆大哥，要不然我们哪能这么顺利？是啊。来。
啊，你现在这店铺也稳定下来了，不知沈姑娘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明年打算去南方开家糕点铺。怎么选择去南方？沈姑娘对南方有了解？前段时间我的铺子来了个南方的商人。我稍微了解了一下，这南方茶叶好，适合做茶点。好，有魄力。沈姑娘去那边的人选可有合适的？岂止是合适的，那都排着队呢。我和我的相公啊，又开了一家女子作坊，他们都想开自己的铺子，也想自己赚钱，所以到时候安排他们去管理就行了。那这样一来，沈姑娘，你的糕点和火锅真能传遍天下了。来，吃吧。好。